这个女人刚洗完澡，自家男仆就手拿毛巾，仔细地给她擦拭身体，从纤纤玉足到白嫩的小腿，视线一点点地往上，直至到擦拭到肩膀。男人眼神始终没有一丝杂念，平静地给小姐换衣、化妆。这样的工作佐助坚持了几年，白天在药铺中当伙计，闲暇时间则照顾药铺的二小姐春晴。在外界眼中，春晴脾性古怪，对待下人非常苛刻，但是春晴内心的真实想法也只有佐助明白。她因为先天性的失明，性格逐渐变得孤独、脆弱，整天将自己锁在家中，哪怕是亲生父亲前来探望，她都选择避而不见。唯独佐助可以肆无忌惮地拉着她外出。慢慢的相处中，春晴对佐助愈发的依赖与信任，甚至练琴的时候都要带上佐助。潜移默化下，佐助也爱上了音乐。每当春晴练琴时，他总是学着她的样子，闭着眼睛想着音乐，敲打着节拍，直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才会偷偷拿出琴练习着白天的歌曲。即使外面下着大雪，他也乐此不疲地练习着琴技。可就在这天，佐助练琴的事情被管事的发现，他不允许一个下人做出任何一件毁坏规矩的事情，当场砸坏了佐助的琴，并命令他不准偷学二小姐。佐助心疼地捡起琴，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，他只能低三下四地求情。管事的才不情不愿地离开。这一幕恰巧被房间的春晴听到，他没有斥责佐助的越界的行为，而是将自己的琴递给了佐助，命令他现场弹奏一曲。佐助自知无法违抗小姐的命令，于是将自己的毕生所学全部展示了出来。春晴听出了佐助是自学成才，夸赞他在技术上有一定的天赋。或许是相投的技术让两人聊了一夜，他看出了佐助对琴的喜爱。为了方便他能随时练琴，春晴将佐助收为徒弟，每天陪着自己一块上课。按理说佐助不应该答应，但是架不住春晴父亲的求情。他知道自己的女儿身心孤僻，急需要一个知音的陪伴，而这个不二选择就是佐助。毕竟在这个家，只要佐助可以接近春晴，从这之后，佐助除了春晴的贴身仆人外，就是他名下最得意的弟子。他不允许佐助犯一丁点的错误，只要佐助拨错一根弦，他便气愤地将拨片扔出去。这样的日子，佐助坚持了很久。他如此努力不仅仅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琴技，最主要的是达到跟春晴一样的内心所想。因此他每次弹奏时总是可以模仿着春晴紧闭着双眼。也正是因为他太过于投入，完全忽视了春晴的感受，导致他误以为佐助学有所成，即将要抛弃自己。他心如死灰，愤怒地将佐助赶了出去，拒绝跟佐助再有任何的亲密关系。然而就在佐助刚离开不久，这里就发生了地震。恐怖的震感让所有人开始慌乱奔跑，完全顾不上看不见的春晴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佐助风一样冲进了房间，将春晴紧紧拥在怀中。因为这一次的近距离的接触，两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近。盲人小姐意外怀孕，贴身伺候的男仆成为了首要怀疑对象，但他却矢口否认了这件事情。他自知身份低微，不可能做出欺凌小姐的事情，可这番说辞根本没人愿意相信。明眼人都能看出两人之间不一般的情感，再加上佐助整日形影不离地陪在小姐身边，要说不可能，那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。与此同时，母亲也在不停地询问春晴孩子的情况。如果孩子的父亲真的是佐助，他们第一时间就去向佐助提亲。可无论怎么劝阻，春晴始终都是避而不答。最终，父母为了保护女儿的名誉，只好将这个来历不明的孩子悄悄送走。这个位置距离佐助老家很近，春晴可以借着佐助回家的机会，趁机探望自己的孩子。然而还没等春晴安顿好自己的生活时，自己的父亲以及教师相继病逝。为了养活这个家，春晴凭借自己的琴技开办一家琴馆，佐助则甘愿留下来照顾春晴的生活起居。其实早在多年的相处中，两人之间要说没有爱情那是不可能的。而佐助愿意留下来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照顾春晴，也只有这个理由可以让他顺理成章陪在春晴身边。在两人相互帮衬中，春晴的琴馆名声越来越大，好友太郎也慕名而来，希望春晴可以出面为自己的茶馆演奏一曲。但春晴害怕自身特殊原因会遭到其他人嘲笑，当场婉拒了对方。但就在太郎失望而归时，学生家长找到了春晴。春晴因为上课时太过于严厉，一不小心砸伤了其中一名女学生的头部，家长以毁容为由寻求理赔。太郎意识到这是一个不错的卖人情机会，于是他随手拿出一大叠钞票就解决了这件事情。果不其然，春晴知道后不知道该如何婉拒对方，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。众人都被眼前貌美的女人所吸引，根本没有在乎她的琴技，只有佐助听懂了她琴声所表达的含义。尽管如此，太郎的茶馆因为春晴，客人逐渐多了起来。作为感谢，太郎邀请春晴吃了一顿晚饭，
佐助也趁机被2个侍女带走了。看不到春晴，佐助内心惶恐不安，忍不住起身想要去寻找对方，却被2个侍女拦住了去路。与此同时，太郎看着独自一人的春晴，他逐渐露出了真面目，迫不及待地要行使不轨之事。等佐助察觉到事情不对劲时，春晴已经砸晕了太郎。但因为这件事情，春晴对佐助的依恋愈发深切，寸步不离地要陪在他身边。即使给学生上课，他都要坐在里间听着佐助的声音。可就在他听到2位女学生对佐助发出的赞赏时，他内心顿时萌生了一股醋意，忍不住对着佐助发出了一阵牢骚，并且严厉禁止佐助授课。佐助当即看穿了春晴内心的心思，当着春晴的面立下誓言。春晴这才露出些许的笑容。因为这几件事情，佐助无法再继续隐瞒自己对春晴的喜爱。借着此次机会，他说出了自己的心意，2人成功走到了一起。然而命运却在这时又给2人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。一个男仆照顾小姐可以有多认真？他拿着手帕，仔细地给小姐擦拭身上的水珠，从小脚到肩膀，他的眼神始终清澈透明，毫无杂念。他不是不爱小姐，而是太爱了，不想轻易摧毁这段来之不易的爱情。尽管2人互相表明了关系，佐助依旧选择尊重对方。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太郎因为上一次没有如愿的到春晴，他心生恨意，花重金聘请了一位杀手，深夜悄悄潜入到春晴房间里面，将一壶烧开的水朝着春晴的脸倒下，嘶吼声顿时传遍整个房间。佐助被惊醒，等他赶到时，凶手已经悄然离开，房间里面只有痛苦的春晴。他害怕自己的妆容会吓到佐助，死活不愿意让佐助查看自己的伤势。没办法，佐助只要找来医生帮他查看伤口。因为这件事情，春晴变得更加自卑，脸上总是缠满了纱布，拒绝跟其他人接触。佐助不愿意春晴往后这样悲伤的生活下去，于是他穿着单薄的衬衣走到院中，一桶凉水浇在自己身上，试图用这种方式去感受春晴此刻的心境。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此后的日子里，春晴将自己包裹得更加严实，脸上始终是愁云惨淡。眼看拆纱布的时间就要到了，春晴更加忧愁了起来。他害怕佐助会因此嫌弃自己。佐助当即明白春晴愁苦的原因，为了彻底打消掉春晴的顾虑，当天晚上，佐助故意支开屋内其他人，随后坚定地拿出一根尖针，狠狠地刺进了自己的眼睛。疼痛声引起了春晴的关注，他拼命地呼喊着佐助的名字。佐助忍痛朝着春晴的房间跑去，可因为看不见，没有注意到脚下的台阶，重重摔倒在了地上。听到异响的春晴也急忙出门去寻找佐助，也因为没有注意到脚下的台阶摔倒在地，2人艰难地朝着对方爬去，直到2人紧紧相拥。佐助之所以做出如此傻事，是为了能真正走进春晴的内心，帮助他从困境中彻底走出来。经过这件事情后，春晴不再逃避对佐助的感情，2人从之前的师生的关系成功发展为了夫妻。他们虽然没有举行婚礼，但是心中对彼此的爱让2人紧紧联系在了一起。这段感情既是悲剧又是喜剧，悲的是春晴失去了美貌，佐助失去了眼睛，未来的生活会更加的艰难。喜的是2人终于走在了一起，成功打破了世俗与等级的隔阂，圆满了2人的爱情，彼此定下了共度一生的愿望。这段感情凄美但圆满，有遗憾但是却是美的结局。